大家好，今天分享残雪的散文《真正的自由》。对于儿童来说，真正的自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回忆起来，似乎只有荡秋千这种游戏同自由最相像。当你荡出的弧线达到了极限时，那时的感觉就应是自由的感觉了。什么感觉呢？心灵的激荡，极度的紧张和极度的畅快纠结在一块儿。在最初，这种游戏对于我来说是有点恐怖的。我热衷于观察那些男孩的绝技，但我自己绝对不敢尝试，想一想都头晕。可是后来因为无聊，我鼓起勇气同小五一块儿去排队荡秋千了。得益于小五的熟练技巧和我的长期的观察，我的双人荡很快就进入了节奏。有一天，我忽然发现我的技巧达到了一个高峰，我超出了大部分人。在空中，我是如此荡气回肠，同时又是如此的紧张。一种情绪总是纠缠着我，我是否与秋千架平行了？我荡出的高度是否会超出它？如果超出了，是不是极度危险？这种活动，快感与恐惧很难分开。我在10岁时用小女孩的身体体验到了这一点，但那时我当然不知道这就是自由，我只是经不住诱惑，要反复地去操练。我注意到有些男孩并不紧张，而是非常放松，就像在空中游泳一样潇洒自如。我做不到像他们那样，或许我的极度专注认真的个性，在10岁那年将我带到了自由女神的氛围里，我记住了那种稀有的感受。攀登岳麓山上的五龙塔是重返这种意境的一次尝试。五龙塔年久失修，盘旋上升的踏脚板在高处缺失了2块，仰头望去，那2个很宽的缺口给人一种十分危险的感觉。万一踩踏空了，掉下来必定粉身碎骨。我一直在下面犹豫，紧张地颤抖着，可是连麻子都爬上了塔顶啊！瞧，他将小身体从那花岗岩洞里探出去，不断地尖叫呢，多么刺激啊！我不声不响地顺着踏脚板往上爬了。我在心里命令自己不往下面看，沉住气，沉住气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这里缺一块，用点力，照样登上去了。接下来，第2个缺口也被我战胜了。原来，这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危险呢。现在，我也将身体伸到厚厚的花岗岩洞外面了。咿呀，我也尖叫了2声，因为忍不住啊。这种绷紧神经的喜悦，将我带回久违了的意境。从塔上下来同样有危险，但我的恐惧已减轻了，只要不朝下看，就会好好的。我下来了，麻子也下来了。我们在下面打量塔顶的那5个圆洞，对工匠的智慧十分佩服。那上面是多么美妙的所在！我想，麻子比我还小1岁，他总是那么天不怕地不怕的，他眼里几乎没有危险。为什么我做不到像他一样？我只要一临近危险，身体就会发抖，人也忍不住。但这种生理反应也时常转化成一种刺激，激起内心的渴望。好，刚才分享了残雪的散文《真正的自由》，感谢收看。